这不是什么末日电影的画面。这里曾经是一座人潮汹涌的商场，就在新加坡对岸，车程不到半小时。如今却人去楼空。而这样的商场不止一座，在新山，类似的空城商场比比皆是。哇，这个很特别，从这里就可以嗅到很臭的尿味。竟然有这个东西贴着。There's a bathroom here, makeshift bathroom。这一集我们要走进这些被遗忘的世界，找出他们没落的真相，还有里面到底留下了什么。现在我们就在海滨城 Waterfront City Lot No. 1，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在新山周围散落的废弃商场。在这里呢，并没有那么多鬼故事，可是它给了我们一条线索，有可能解释为什么在这里有这么多这样的地方。在这里就是靠海，新加坡朋友们，你们就在我后面。然后这个呢，现在政府在用这 Majlis Bandaraya Johor Bahru， 就是这里的州政府的办公室。然后在这里你可以看很多这些出了车祸的车，他们都摆置在这里。然后也很多在这里附近做工的人，他们也把车摆置在这里，因为不用付 parking fee 啊，免费的 parking， 只要你不怕鬼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会尝试进去这个地方吧。我们尝试一下找一个小洞吧。这个应该是一个我们可以尝试的入口吧。下，我们拿手电筒，有一点暗。OK， 小心啊！如果一碰的话，搞不好全部都会塌下来。看整个 lift 是已经塌到下面这里了，如果跳下去的话，应该不安全吧？我们继续走。哦，真的，我们直接可以进去这个 waterfront 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走进来的入口。然后，如果你注意到那边的话，就是刚才被木挡着了的入口，那个 main entrance。新山海滨城 Waterfront City Mall 这个花了60亿令吉的 project， 竟然就变成了这样的东西。这里呢，不只是有购物，而且是有办公室、有公寓、有酒店。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 Waterfront City Mall 在开业的时候，2000年代，其实它的经济情况也蛮不错的。他们的入住率已经到达了98%，超过了其他4家店铺。可是结果，刚刚开了3年，就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虽然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被诅咒，好像很多鬼故事，可是它倒闭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1997年的 financial crisis， 搞成了全部生意都不能做。刚刚起业3年，结果剩下的就只有这些东西。哇，前面那个应该是带店吧？我看到有几个电影的海报。现在我们就在一个已经不存在了的带店，可以看到的话，有几个蛮经典的电影海报，有 Scary Movie， 这个我自己蛮想拿一下，可是不要吧。然后其他的我就不认识。如果你发觉到的话，全部这些戏都是2000年early 2000s的戏来的，所以类似这个店已经不存在很久了。它最后有可能就是2000年代就卖带。然后最有趣的，你发觉到吗？竟然有这个东西贴着，啊，到底有什么在这里发生了 ？OK， 我们继续走吧。这整个地方的感觉呢，就很有那种 post-apocalyptic 的感觉。
虽然这个建筑满了垃圾，可是它有自己的美感。后面这里长了很多草，好像自己的树林，然后上面也很多。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，有一套戏《Planet of the Apes》啊，就是那些猴子 take over 我们的世界，也是这样。我觉得这里应该是那种购物中心中间那种小花园，可是20年过后，它长成了自己的树林。然后这里因为这里没有天台，所以它就滴着水，它们也够水又够肥料，所以长得蛮健康。我觉得如果在这里长榴莲树都可以吧。你们看呢？这种洋人时常说叫做 still water， 这种水呢你完全不要碰，因为他们说会有那些刺头脑的细菌，那些 amoeba。然后你看这个极恐怖啊！你想象如果我是半夜来照到的话，就看到有一个好像尸体，然后被覆盖着的东西。我希望不是哪一个变态佬做的吧。我们已经找到了在这里最恐怖的项目，你们看，在这里有一个床，有几套衣服被脱了丢住在这里。所以我觉得观众朋友们，我不用说，你们也可以猜到吧，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。我们继续走吧哈。这座商场从2003年就被封了起来，400多个店铺全部空着。这些年重建的传闻一直没断过，说要砸10亿令吉重新开发，委员会开了，蓝图也画了，可到头来什么都没发生。到了2023年，州政府干脆坦白，现在根本没有具体计划要让这座商场重新活过来。欢迎来到柔佛州，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走到柔佛州，我们可以看看城堡吧。如果你可以看到那个黄色的旗的话，那个就是我们柔佛州的王的城堡。所以呢，也有一个传闻就说，有可能这个地方倒闭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已经挡着了城堡的 view， 然后结果呢，搞得这个地方被诅咒。可是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真的吧。海滨城 Waterfront City Lot No.1 不只是在新山唯一一个被废弃的商场，接下来我们会去的不只是倒闭过1次，而且倒闭过2次。新加坡大哥们，那些时常来阿瓜练修摩托的，你们肯定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哦。我现在就在 Danga Bay 的 Danga City Mall， 可是也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叫做 Best World。Danga City Mall 离新山市中心大概7公里，从长梯过来车程10分钟，就在市区其中一条主干道旁边。站在街上，你绝对不会错过它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才让人觉得奇怪。现在居然没有人会走进去。我们现在就在它的大入口，它的 main entrance。可是呢，这个和刚才的不一样的分别就是呢，这里有篱笆锁好的，看到吗？不是随便那种篱笆，而且是锁稳的，盖到完那边，所以怎样爬进去都爬不到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想一下别的方法，有可能从下面进吧。我好像看到有一个什么 bowling area 的入口。看到吗？有一个那个大大个的 bowling pin。哦，这里也不能进，我觉得应该走下面一点吧。这里的入口也是被锁住了，所以我们再走下一点。你要知道这个地方被关闭了几久？你看那个 signboard， 竟然还有写着 Uber。今年这 Uber 已经不在马来西亚好久了，可是那边还竟然有。虽然很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是叫做 Danga City Mall， 可是其实它在1996年开业的时候，全部人都是叫做 Best World。1997年危机来了，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整个地区，商家一个接一个倒闭，租户也纷纷撤离。开业才短短2年，商场就这样关上了大门，100万平方英尺全新的商场空间就这样空了下来，而且这一空就是整整10年。在2008年，有人打算再试多一次，这次州政府也帮了一手，总共投入了1亿令吉，把这个地方全面翻新。
所以在马来西亚国庆日2008年8月31号，从 Bestworld 变成了 Danga City Mall。我觉得这个是展览馆吧，从外面可以写住 Expo， 应该是那个时候政府想到打起来这个地方，有可以让别人从外面在这里做展览，从新加坡或者从别的国家。可是现在就变成空空的一个地方。其实如果在这里打皮克波也蛮爽吧，打皮克波或者打羽毛球，这样子蛮浪费诶。哦，这个玻璃是烂了的，有可能被打碎，被打烂了。可是这个铁也，我怕推一推直接倒在我们上面了，所以还是不要吧。哈，看来Danga City Mall好像进不到吧。哦，这里后面竟然是树林，我们尝试一下，我们走下去吧。刚才我们在 Waterfront City 看到的是很多电影的海报，可是在这里是很多游戏的海报，有 Dragon of Heaven 什么仙，我没有看过，我没有玩游戏，所以也不认识。你们听到吗？那个吵声，就是那个机器在活动的声音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人在做东西吧。这个应该是 supply 电的机器吧，可是很肮脏啊！我觉得这一下已经活动了很久。现在我们到了lorry上货的地方，可是竟然有人顾着，风扇是在活动的，在那边转，可是也没有看到有人顾着，也没有看到有人。我觉得应该是在这里守的人，他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跑过来吧。这样有人在这里养猫，在这里晾衣服，然后把 van 也这样摆着，我觉得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吧。哦，有人在这里养鸟，我觉得应该是那个 security， 他在这里住的太平安了，又没有人来打扰他，又不用怕有人跑过来，又不用照顾生意，所以他就在这里住的好像自己的家这样。哎呦 ，OK， 我不该叫你。Welcome to Danga City Mall， 可是也进不到。里面偷看得到吗？没有人，应该没有人吧？如果有人的话，比较担心。所以我们已经绕了 Danga City Mall 整圈，都找不到一个小洞来进去。所以呢，如果在 comment section 你们有去过 Bestworld 或者 Danga City Mall 的话，我觉得你们写下来吧，你们在里面的经验到底是怎么样？因为我进不到去。Hello。现在我们已经绕完了 Danga City Mall 一大圈，也找不到一个入口，所以现在我们会去第三个地方。第三个这个商场呢，它的特别就是它还没有完全倒闭，它就正在走向死亡。如果说Danga City Mall 是悄悄的死去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座商场根本就没有死，它只是慢慢的空了。一间一间店铺的空，一年一年的空，而有些留在里面的人，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刚才我们去过的 Waterfront 还有 Danga City Mall 呢，我们只看到一个被废弃了的商场。可是呢，在 Skudai Parade 它还没有完全倒闭，所以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。可是刚才我们尝试要进去的时候，有一个 security guard 已经在等着我们了，所以现在我会带着一个小 camera， 一个 Osmo， 然后我会带着自己走进去看。我刚才已经尝试了自己带着一个小相机进去，可是我刚刚进到去，那个 security 已经看到我，还已经跟住我了。我还没有拉相机出来，他已经站在我旁边了。然后我拼命走，我找椅子，我坐着在椅子，他也坐在我旁边，所以没有办法拍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吧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找。因为刚才开门做生意的 Skudai Parade 不要我们的生意，所以我们就跑到来 Skudai Plaza 找生意，名字也差不多一样，距离也差不多。然后现在也开始下雨，要天黑了，所以我们快点跑进去。如果你们要来这里探访的话，其实呢，我们就在 Good Hope 的酒店隔壁啊，你们可以在 Google 里面 search 这个 location， 或者在这里过夜也可以。可是如果你们要直接去 Skudai Plaza 里面过夜也没有问题。OK， 我们找入口进吧。
哇，这个很特别，从这里就可以嗅到很臭的尿味。哦，哎呦，走到楼梯半途，我们才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在这里的人。废墟里住着一个人，我们不想打扰，所以先开口询问。这个可以拍照吗？可以啊，很可爱。他不只是点头答应，他还欢迎我们进去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刚刚进到 Skudai Plaza， 然后刚才我说有嗅到的味道，其实就是因为这里有养很多只猫，你看就很可爱。然后每一个有绑着绳子的，不是野猫来的，啊，很多个的，很可爱的，都很宠的，什么颜色都有。没有绑车出去就啊，对，就是因为这个叔叔担心如果没有绑着的话，一跑出去就会被自己的车撞。那个情况很多。啊，安哥住在这里很久了啊。1年多了。1年多了啊，就是在这里住了。哦 ，OK 啊。在这里养猫。哦，就是猫作伴呐。哦，好。OK， 现在我觉得我们在第1楼吧。然后这里呢，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安哥有在这里打扫，所以你们看那个地上，其实除了这种灰尘，它其实就是有那种比较干净，没有那么乱的感觉。也谢谢了那个安哥帮忙打扫，帮忙处理这个地方。哇，这个很恐怖，这个状态，一不小心敲到头的话，哇，这个很危险，这个很危险，小心。它的入口这样盖着也没有用吧？因为我们还是有办法从别的地方进来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在这个 Skudai Plaza 的中心，然后还好我带着这个手电筒，因为你看，不像别的 mall 刚才啊，就是一个小洞，这个洞呢，如果不小心跌了下去啊，就直接会跌进水，搞不好有鳄鱼还是什么怪兽在里面。哦，有鱼啊，竟然，而且不是很浅的，是很深的洞来的，搞不好其实是parking lot 来的，是 park 车的，可以看到吗？哇，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不小心跌在这里的话，到底要怎么样求救？所以真的很危险，不只是有一个洞，有2、3、4个洞。原来这个地方呢是在1995年开业的，可是结果开业到开2年而已，然后结果倒闭了。这里总共有几楼呢？我们在1楼ground floor， 1楼、2楼、3楼、4楼，哦，应该有4楼吧这里。啊，虽然它挺小，可是蛮多层的。哦，我们继续走吧。这个就挺有趣啊，是在马来话写着，他写警告，请照顾这里的清洁，然后把垃圾丢进垃圾桶，不要乱来，不要做奇怪的东西，啊，不然的话就不可以进这个房。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有人在这里住，把这里当成家了，除了刚才那个叔叔。哇，我觉得真的是有人在这里 DIY 成一个房吧。虽然我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 design， 可是那边有那些 crate 弄成有可能是一个房吧，一个床位哦，对，是一个床位。不好意思，有人吗？没有人啊 ，OK 啊，没有人啊，我没有打扰啊 ，OK。然后这个是他的厨，然后这里看有他自己的东西摆着，蛮整齐下的，好像我说他们应该有一点打扫一点吧。看吗？这个就是他的床，一个很小的床位，挺舒服的。我们正在找通往2楼的楼梯，却意外发现了一件事：在楼梯间的地下室里，有人搭建了一个浴室。一位大叔把这个被遗忘的角落变成了自己洗澡的地方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呢，看到就像一个楼梯口，可是其实就是被一个安哥 DIY 成他自己的私人的游泳池，还有冲凉房。因为这里连着就是刚才我说那个跌进里面会淹水的地方吧，这里就直接是一整层已经满了水，所以他在这里又养鱼又冲凉，自己一个大个的 swimming pool， 又没有人打扰，极舒服啊。OK，Thank you uncle 啊。哦 OK。有趣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一下第2楼到底有什么。刚刚第1楼就那么多有趣的东西了，谁会想到？我这里就很多 tip。我一开始还担心有可能是因为有发生了什么案件，可是我觉得应该只是为了安全的意思吧，就是怕我们跌下去，也不要人乱走进来。这里有一个这些警告 ，Don't come。我觉得我们也不会闯过进这里吧，因为我觉得有可能这个 platform 的 foundation 已经不是那么稳了，怕踩多一下或者我们拍一下，突然间我们就跌去很多层楼下，所以我们就这样看一看吧。看这些就是那些店的 lot 吧，已经空完了。
这里就没有像第一楼那么干净，因为没有人在这里住吧。好像我相信，如果那些安哥都不敢上来睡的话，我觉得就应该不是那么安全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肯定会做自己的房吧。OK， 我们继续走。OK， 现在我们走了第2层楼，我们就走上第3层楼吧，看到底还有没有什么惊喜。可是你看这个墙壁，挺有艺术一下的。这里下面是那些白色的脚印，可是有很多这些写的名字，蛮有型一下这个墙壁。刚才第2层楼蛮像的，可是没有 tape， 可是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走过去吧。这个分别就是现在我看到有几条老鼠跑来跑去，然后这里囤的垃圾比较多。后面有一个床，有可能以前有人在那边睡吧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床，这里其实有一间房，可是他的房主已经不在了，有可能他搬去别的 unit。看有一个床，可是已经满室了，所以我觉得他没有睡在这里。那个 bag 有几个包包，然后这里有2桶水，应该是他装来冲凉或者拿来喝。我希望不是拿来喝吧，很多蚊虫在里面，应该是冲凉。这边就囤着很多垃圾，应该是他们存下来的垃圾，有可能他们觉得有什么可以用的，比如说这个盒子或者这个衣服，这粒球他们就囤在这里，可是结果也没有用，然后就囤了一大堆垃圾。里面哎呦，这里面有一个厨房哎，有一个厨房，然后蛮干净的嘞，看里面挺多，有很多个杯，还有那些茶具，还有装饰在里面，可是也踩不过。一下，我们尝试一下。这里就是囤着水，我觉得是他拿来冲凉或者厨房需要用的水吧。这里挺多瓶，可是这些水全部都看起来黄色的，不是很卫生的水来的。哇，竟然还有 carpet 的，他自己 DIY 到，没有人吧？哇，这个还有，哎呦，很美的房间，还有女人的房来的。我看到有女人的内衣，然后挺干净，应该是有女人在这里睡吧，所以我也不要爬进里面。哇，可是他用的这个 unit 其实是那一间很大间的厕所来的，可是他就拿来做成很多个房，然后他有很多双鞋子，所以蛮有趣的。他的床也比别的那些安哥的床更干净，所以我觉得搞不好制成其实他是故意的，做成一堆 protective barrier， 所以让人觉得其实没有人住的。所以我们就上去其他1层楼吧。OK， 现在我看到第5层楼有很有艺术的墙壁，看有很多这些黑色的点，它拿来做成一个我看不明白的图画。这个分别呢，暂时就是这个门还是站着的。我听到很多老鼠的声音，是老鼠还是蝙蝠的声音啊 ？OK， 最高这层楼。我们也看到上面已经没有东西了，也挺暗的。我们已经在最高了，我不敢站过去拍下面，因为我觉得我怕我们会直接掉下去。是蝙蝠的声音吗？我们看一下吧，应该是蝙蝠的声音。如果你可以听到呢，就很多叽叽叽的声音，其实就是蝙蝠的声音来的。我照一下，看给他们飞。哎呀，飞走了，听到吗？叽叽叽的声音。哇，看这里竟然长了一条很长的树根。可以看到吗？这 camera 从这里连接着到这里，然后继续连着很长，从上面那边看到那堆东西吗？怎么会有一个树根从那么高的地方长，而且长下来竟然是这样子吊着的，好像电线。这个很恐怖啊，比较像那种什么巫婆啊。在洋人的戏的巫婆会做那种很奇怪的魔法才搞成的。刚才那个安哥呢，其实他也有说，如果要上的话，不要上到半路就回。他说要上就要上到完，所以其实搞不好有更大的惊喜吧。这层楼 ，OK， 所以我们就上来这里吧。看这个门都已经有这些树根这样子绑着了，而且。看绑都是连着的，可是这个应该是有人故意绑的吧，不像是自然长的，所以小心。哇，这个就像另外一个世界。Welcome to Jurassic Park。哇，这里很美耶。哇，又是有那种好像
刚才水冰城那个 Waterfront Mall 那种感觉，很 post-apocalyptic， 这种被树林长完了的建筑的感觉。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楼梯吧，看，竟然还有 open space 可以上去看。那些树根，难怪刚才那层楼有那些很奇怪的树根，原来就是这些树长下去的。很有趣啊，这里看，整个是树林来的。像长满草了，如果那边有鳄鱼跳出来，我都不会吓到。老虎 ，Hello， 哈哈，难怪那个安哥可以在这里活得那么开心，又有自己的游泳池，又有自己的公园，自己的树林，哇，又不用给房租，只要你敢喝这里的水就可以了。这里就没什么，只是一片黏黏的地。这个它的地板呢，就是已经腐烂了的，我觉得腐烂了的木，然后慢慢会变成它的地质，然后很多菜、很多树都可以在这里继续长。我们现在就继续走下去，我们从这个的中心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要探险还是你们要 explore 的话，你们最重要就是要买很好、很安全的鞋子。哇，这里可以看到很美的 view。如果从这里，你太阳日落就很美，可以看 sunset。所以呢，在这集里面，我们已经去了3个 mall，OK， 4个啦，4个商场，对吧？有一个我们进不到去，可是我们去了 Waterfront， 我们去了 Danga City， 然后我们去了 Skudai Parade， 然后现在到了 Skudai Plaza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就是大个被废弃了的商场，对吧？还浪费了那么多钱，60亿1亿令吉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就有时想到这个生意倒闭了，整间废弃了就死了，对吧？可是有时候我们 expect 不到。在这些东西呢，就给了新的生命。你们看，在这些我们普通人看不起的地方，也不会走进来的地方，竟然有狗可以生存到很好，有床可以睡，有安哥有游泳池也可以游泳，然后有安哥又可以养猫，养得很多很可爱，也没有被车撞烂。所以其实呢，在这些已经我们放弃了的地方呢，生命还是不会放弃的，它继续找一条路来生存下去。所以呢，我们柔佛州再见，改次我们就去别的地方探险吧。